由于塔瓦纳斯维特的知名度实在太大，他来东京开演唱会，不但吸引了日本诸多上流社会，还吸引了许多日本本土的顶级明星，所以萧初然和董若琳很快便在现场认出了不少受邀而来的日本明星，而且是一线知名歌手和演员。叶晨眼见二人如数家珍的把这些明星的名字说了个遍，自己倒是有些无所事事起来。叶晨从不追星，所以无论是这些日本明星，还是马上要到的塔瓦纳斯维特，他都没什么兴趣。至于现场那些日本的上流社会，叶晨就更没什么兴趣了。他本身也不是趋炎附势，喜欢结交权贵的人，更何况现场这些日本权贵，再牛逼也入不了自己的法眼。毕竟连罗斯柴尔德家族父子都要看他的脸色和心情，眼前这些东瀛土豪自然显得小巫见大巫。有趣的是，现场虽然日本人居多，但所有人竟都约定俗成的讲英文，哪怕日式口音再重的人，张口也全是英语，几乎不说日语。这倒是让叶晨多多少少有些惊讶，不过很快他也就想明白了其中原委。日本人对西方，尤其美国，一向非常崇拜。自打明治维新开始，穿西装、打领带、吃西餐、讲英文就成了权贵阶级的最爱。今天这种场合说英文也就可以理解了。佐佐木幸子带着三人在会场中游走穿梭，遇到一些熟人，便微笑着上前打招呼，并将叶晨三人介绍给对方认识。叶晨发现一个小细节，佐佐木幸子带着他们去结识的，似乎都是这个派对头部以外的，而会场核心区域站着聊天的10几个人。佐佐木幸子纠结几次，最终也没带三人过去。叶晨揣测，佐佐木幸子自己可能都不太能够得上这些头部，他自己上去打招呼已经算得上是尬聊，要是再带几个陌生面孔，气氛必然会更加尴尬。就在这时，一位身穿高定晚礼服的年轻女人看到佐佐木幸子，一脸笑意地走了上来，开口道：幸子，我看你在里像无头苍蝇似的来回跑，是在到处发名片吗？佐佐木幸子闻声看向对方，有些不太自然地说道：美纪，我在向一些熟悉的宾客介绍我的朋友。你的朋友？被称作美纪的女子看了看叶晨，又看了看萧初然和董若琳，开口道：你这几位朋友应该不是日本人吧？日本人和华夏人、韩国人的容貌虽然比较相似，但细心的女人能够一眼看出不同。每个国家的男人和女人都有自己的装扮特征，仔细研究过便能很快发现不同。萧初然和董若琳都是淡妆 OL 风格，无论是发型还是妆容特点，甚至美甲的风格，都与日本女孩子的风格不太一样。而叶晨从不化妆，甚至连眉毛都没修过，在日本女人眼里，一看就不是本地男人。本地男人不论帅还是丑，眉毛和发型都要精心设计打理。佐佐木幸子不太想与这个美纪多说，便应付道：没错，我这几位朋友都是华夏来的。美纪看向叶晨，好奇地问道：不知这位先生怎么称呼，在哪里高就？叶晨随口道：我姓叶，名叫叶晨，无业游民，谈不上哪里高就。美纪有些惊讶地看了看叶晨，又看了看叶晨身边与他挽手的萧初然。两人虽然装扮并不算隆重，也没有佩戴什么，一眼就能看出身价的高端珠宝腕表，但气质上确实还是非常不俗的，所以他以为是华夏来头比较大的人。没想到叶晨竟然说自己是无业游民，让他有些不太相信。于是他便笑着说道：叶先生实在是谦虚了，这次派对我和幸子都只有3张邀请函，家族让我们尽可能利用这3张邀请函，邀请到实力不俗、地位也不俗的大人物。幸子把邀请函给了你们，想来你们一定有着非常了得的背景，叶先生又怎么可能是无业游民呢？叶晨对美纪的直白有些诧异，这种话不都应该在心里说吗？怎么这个美纪直接就说出来了？不过叶晨也懒得去想太多弯弯绕，便开口道：我确实是无业游民，自己平时就隔三差五给别人看看风水，
赚点佣金，如果美纪小姐有相关的需求，可以多多关照。美纪这才意识到叶晨应该没有谦虚，她皱了皱眉，略带玩味地笑道：风水我听说过，好像是华夏的封建迷信，类似的风水先生日本也有，不过大都是些不入流的下九流，日本的上流社会是不信这些舶来品的。说罢，他转而又问一旁的萧初然：这位女士不知在哪里高就呢？萧初然道：我开了一间自己的设计工作室，刚做不久。美纪追问：设计工作室在哪里？华夏吗？对，萧初然道：在金陵。美纪还以为萧初然是什么华夏知名设计师，没想到竟然是在金陵开设计工作室。金陵在华夏不过就是2线城市，即便是东京知名的设计工作室，他都不会看在眼里，更何况金陵一个刚做不久、籍籍无名的女设计师。于是他笑呵呵地说道：今天的派对受邀的有一位顶尖设计师，是三井家族的家主亲自邀请来的。本来想介绍你跟他认识一下，不过想来你们之间的差距太大，还是算了，这样也好，也免得你心里不自在。说完，他转眼看向佐佐木幸子的眼神不禁带着几分讥讽，撇嘴道：幸子，你浪费了3个宝贵名额，请这些上不来台面的朋友，有没有想过怎么跟爷爷解释？没什么好解释的。佐佐木幸子淡淡道：爷爷既然给了我3个邀请名额，那邀请谁就是我的自由。说罢，佐佐木幸子又道：更何况你没有资格对我的朋友评头论足。美纪怒斥道：蠢货，爷爷给你3个名额，是让你邀请有头有脸，对家族将来发展有帮助的人，不是让你拿来随便请些不入流的朋友过来见世面的。你知不知道塔瓦纳一向对社交圈子格外挑剔，要让他知道三井家族精心为他准备的派对里，竟然混进来一些不入流的阿猫阿狗，你让三井家族的脸面往哪放？董若琳的表情顿时有些愤怒，她没想到这个美姬一直在阴阳自己3人，尤其叶晨和萧初然还是自己叫来的，自己喊他们来见明星，没想到明星没见着，先被这疯女人损了一通。萧初然的内心向来不太容易动怒，这种情况也只是觉得多少有些尴尬，按她的性格，眼下觉得赶紧躲开这个咄咄逼人的女人就好。至于叶晨，这2年他见惯了喜欢出风头、喜欢拉踩别人的家伙，对这个美纪的冷嘲热讽也并不想搭理。他从美纪对佐佐木幸子的态度，以及说话的一些信息推测，美纪与佐佐木幸子应该是堂姐妹，2人的爷爷是同一人，而且2人一定存在某种竞争关系，所以美纪才故意想在这种场合拉踩佐佐木幸子。而佐佐木幸子面对美纪的挑衅，一时间不知如何反驳。他不想与美纪争论，也不想让自己的好朋友董若琳以及叶晨、萧初然陷入尴尬，于是便赶紧对3人说道：我们去那边喝点东西吧，来，这边请。美纪见佐佐木幸子要逃，顿时冷笑道：怎么，被我说中了就要跑？我告诉你幸子，回去之后我会第一时间把这件事告诉爷爷，你最好祈祷你请来的这些不入流的朋友不会让塔瓦纳不舒服，否则的话，你这个长孙女就是我们佐佐木家的耻辱。说罢，美纪也不等佐佐木幸子开口，转身便离开这里，向着中间的核心圈走去。佐佐木幸子赶紧向3人道歉：实在抱歉，若琳、叶先生、叶太太，美纪是我的堂妹，一向比较强势，说话经常容易得罪人，还请你们不要往心里去。萧初然和董若琳都纷纷表示没什么，而叶晨的注意力则还在佐佐木美纪的身上。此时的佐佐木美纪刚到核心圈的外围，刚才的嚣张跋扈便一扫而空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脸谦卑的微笑。连续给多人鞠躬之后，便一反刚才说个不停的态度，含笑站在众人旁边，听着其他人聊天，自己一言不发。叶晨这时才发现，在这尽是陌生人的派对里，竟然还有一张熟悉的面孔。
于是他指着人群中的那个女人，问萧初然：“老婆，你看那个人是谁？”萧初然顺着叶晨手指的方向看去，顿时瞪大眼睛：“天哪，是凯莉！”萧初然口中的凯莉，便是全球最知名的女设计师，也是全球最知名设计师之一的凯莉·维斯特。当初萧初然能到美国参加罗德岛设计学院的大师班，就是凯莉·维斯特特批了一个名额给他。而凯莉·维斯特之所以对萧初然这么好，倒也不是因为他与萧初然多么投缘，主要还是看在费可欣的面子上。费可欣现在可了不得，他是费家的家主，费家的实力虽然比不上安家，更不比不上罗斯柴尔德，但整体实力远在伊藤家族之上，也能跟整个三井家族掰掰手腕。要知道，三井家族现在已经等同一个大型联邦政府。对联邦政府来说，他们虽然名义上执掌全国，但各州自己的权力也很大。三井的核心家族虽说领导着整个三井财团，但下面的各个州并不是他们想怎样就怎样的。但费可欣就不一样了，整个费家都是他的。费家其他人虽然是也姓费，但他们执掌的资产从法律层面来说，归费家所有，他们谁不听话，费可欣就可以让谁直接滚蛋。此时的萧初然显然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凯莉·维斯特，惊讶不已的他忽然想起刚才佐佐木美纪刚才说的话，感慨道：“原来那个佐佐木美纪说的大设计师就是凯莉啊。”叶晨笑道：“走，去跟老熟人打个招呼。”萧初然连忙道：“人太多，还是算了吧，老公。估计凯莉在跟别人聊事情呢，等一会儿她一个人的时候再去打招呼就是。”叶晨摇头道：“凯莉聊什么事？能比你的面子更重要？别说她了，就算费可欣在这儿，今天也得给你当好这个陪衬。”